解放军在台海亮剑，官宣常态组织战备巡航，如何震慑台独，拒止外部势力，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美政客又乘军机窜台，美军高官叫嚣再派军舰闯台海，有着怎样险恶用心？最直接的就是会令到这个两岸之间的对抗升温，这是一个拱火的措施。解放军轰6K 挂弹抵近台岛，展现怎样战神之威？轰6K 挂的反舰导弹则为空射型鹰击12，素有航母杀手之称。解放军针对性展开多场2栖作战演练，多型多艘2栖舰密集亮相，构建怎样立体登陆体系？在这样的这种针对台岛的演习当中，075可能会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俄乌冲突仍在持续，扎波罗热核电站接连遭到袭击，会引发多大恐怖后果？黑手究竟是谁？军情直播间即刻播出。日前，解放军在高强度成体系的环台岛联合演训之后，随即发布消息，将常态组织台海方向战备警巡。同时，解放军还在渤海、黄海、南海等部分海域执行军事任务，多区域进行练兵备战。那么，解放军台海方向战巡新气象频出，对外释放哪些信号？美军高官却叫嚣将派军舰再闯台海，解放军又会如何进行反制？本期节目，特约评论员石红、评论员白梦辰共同在线深入解读，马上掌握最新消息。美国国会众议长佩洛西窜访台湾余波未平。8月14号，又有5名美国参众两院议员窜访中国台湾地区。当天，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就此发表谈话称，这公然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3个联合公报规定，侵犯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充分暴露出美是台海和平稳定搅局者和破坏者的真实面目。8月15号，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施毅陆军大校表示，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为台岛周边海空域组织多军兵种联合战备警巡和实战化演练，这是针对美台继续玩弄政治把戏、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的严正震慑。东部战区还发布一段视频，清晰可见战机飞行员在联合战备警巡和实战化演练中近距离俯瞰澎湖列岛。日前，施毅还表示，东部战区近期在台岛周边海空域组织诸军兵种部队系列联合军事行动，成功完成各项任务，有效检验了部队一体化联合作战能力。在环台岛联合演训期间，在东部战区联合作战指挥中心的统一指挥下，战区海军、空军、火箭军、战略支援部队、联勤保障部队等兵力展开一系列实战化科目演练，展现维护国家统一、主权完整的强大军力和坚定决心，有效震慑台独分裂势力。战区部队将紧盯台海形势变化，持续开展练兵备战，常态组织台海方向战备警巡，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有观察指出，解放军目前仍在多个海域进行演练。海事局日前接连发布在南海、黄海、渤海禁航公告，其中渤海部分海域自8月8号0时至9月8号24时执行军事任务，时间长达1个月。日前，海军航空兵某部就在渤海海空域针对空中支援、对空防御、对海攻击等科目进行专项实战演练。69前排打开，加力起飞。夜幕之下，数架战机依次起飞，按照作战需求组成多支编队，向不同空域高速机动。2发管导弹准备好，准备发射，3、2、1。这种长期的大规模的军演呢，第一是给对方造成压力，第二呢也是锻炼了我们的队伍，第三呢也是提高了我们的战备程度，向外界显示我们的战备程度非常之高这个随时可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对对方的压力也是非常之大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他的战备程度也必须相应提高那么就起到一种这个扰敌疲敌的这种作用。
台海局势升温的导火索，正是美国国会众议长佩洛西不顾中方强烈反对和严正交涉，执意窜访中国台湾地区。而美国军政高层却试图将责任甩给中国，不仅颠倒黑白、倒打一耙，还叫嚣要来台湾海峡搞事。美国国防部副部长科林·卡尔日前就在五角大楼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扬言，将在数周内派遣军舰穿航台湾海峡。每次美军的军舰直接穿越台湾海峡，都会对局势造成一定的影响。那么最直接的就是会令到两岸之间的对抗升温。第一是肯定是在外交上，我们会做出强烈的反制。第二呢，也会对两岸本来已经很紧张的关系火上加油。有分析指出，美国这些军政高层的别有用心必将落空。美国如果派军舰穿航台湾海峡，确实能改变局势，而改变的方向绝对不是美方所期望的。除了徒增与解放军发生军事摩擦的风险外，没有任何正面作用。再一次说明，美国寻求的并不是亚太地区稳定，而是制造混乱。事实上，在解放军军力今非昔比的情况下，美军军舰穿航台湾海峡，除了展示存在以外，也捞不到什么好处。美国军事专家兼空军预备役军官斯凯勒·马斯特罗博士此前在接受采访时就表示，解放军经过数十年的现代化建设后，已经拥有非常强大的海军和空军。美国在亚太地区可以投入的军舰和飞机相对较少，这种情况将是美国最难应对的。马斯特罗还提到，他参与过多场关于台海冲突的推演，结果显示，美军只有在作弊的情况下才能取得胜利。我们最近的这些年呢，实际上一直对外界展示，解放军具有这种区域拒止的能力，也就是说，在我们特定的一个区域，能够拒绝你的海上力量能够进入。当然，这个力量主要就是依靠我们东风导弹为主体的这种导弹威慑也就是说，这个区域我的导弹射程很远，而且打得很准，尤其是对你这种海上移动目标构成很大的威胁。而且你的这种海上移动目标，像无论是驱逐舰，还是航母，还是两栖攻击舰，它都是高价值目标。如果被一两发导弹命中的话，你的损失很大，得不偿失。除了东风系列导弹以外，解放军的射指战力还包括众多海空作战平台。在解放军日前展开的环台岛实战化演训期间，空中力量拍下众多具有里程碑式意义的画面，均表明这些军机距离台湾岛非常近。那么轰6K 挂弹参演具有多大震慑能力呢？轰6K 是我国最先进的战略轰炸机，被誉为战神，可见其不凡。战略轰炸机相较于战术飞机而言，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大，机体大，挂的弹也大。根据官方此前公开的消息，轰6K 的作战半径超过3500公里，载弹量达到了12吨，机翼下共有6个武器挂架，可以挂载包括空地导弹、反舰导弹、制导炸弹等等精确制导武器。因此，轰6K 具备远程奔袭、大区域巡逻和防区外打击等能力。从官方报道的画面来看，轰6K 这次实战化演训挂载了2种导弹，一种是空地导弹，另一种是反舰导弹。空地导弹为 KD-63B， 从外观来看 ，KD-63B 在弹体中部有2个大后掠角三角形主翼，尾部采用 X 型尾翼。这种气动布局不仅飞得远，还飞得稳。轰6K 加上 KD-63的组合早已名声大噪。在解放军此前参演的演习当中，轰6K 就曾进行过 KD-63的实射。根据报道 ，KD-63B 的战斗部重达半吨左右，能够在远距离精准命中并有效摧毁岩石和钢筋水泥保护的战略目标。一枚导弹就可以将一座5层大楼抹平。而轰6K 挂的反舰导弹则为空射型鹰击12，素有航母杀手之称，具备极高的命中精度和抗干扰能力，可对包括航母在内的大中型水面作战舰艇构成致命威胁，也能够对固定地面目标实施精确打击。从视频和照片也可以看到，鹰击12采用的是冲压发动机，说明这是一款超音速导弹，具有较强的突防能力。
可以说，轰6K 挂载导弹，即便没有进行发射演练，飞一圈也是不怒自威。这点从俄罗斯在俄乌冲突期间出动战略轰炸机就能看得出来。俄罗斯空天军多次出动图22M3逆火战略轰炸机，发射 Kh-22超音速导弹，对乌克兰境内军事目标进行打击，并在进攻马里乌波尔的亚速钢铁厂等行动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这段曾广泛传播的视频就记录了一枚 Kh-22超音速导弹击中乌克兰的一座大型建筑，俄军认为里面存放着众多北约运来的武器装备。因此，解放军轰6K 在台海挂弹飞行，足以对台独和境外势力进行有力震慑。事实上，除了这次演训以外，在空军进行的常态化东海警巡、南海战巡行动，以及前出西太远海训练中，也都能经常看到轰6K 的身影。值得注意的是，美军不仅在台海地区进行挑衅，还与印度展开联合演习，试图对华施加压力。据印度媒体报道，印美两国特种部队于8月8号至8月28号在中印边境附近的喜马拉雅山南麓开启为期21天的霹雳联合作战演习。这是两国第13届霹雳演习，其中美军人员来自其陆军第1特种部队群和空军特种战术中队，印军人员来自陆军伞兵团特种部队营。不仅如此，印美两国还将于10月中旬举行准备战争联合军演，军演地点为距离中印边境实控线不足100公里的北阿肯德邦奥里地区。这一次呢，我们首先关注到它是这个在宣布这个美印成为这种国防战略合作伙伴的一个军事外交关系的情况下，进行了第一次的这种大规模的联合演习。所以说，由于它的这个军事外交关系提升了，那么我们相信它的这个协作的包括说是演习的规模和规格都会有所提升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说在台海这个局势出现很多变化的时候呢，我们也注意到，就是说在美国这块呢，他认为是印太一盘棋，就是说如果说在这个中国的东部、东南部出现了这个紧张情况的话，那么他希望在西部搞一些事情来抵消在东部的压力。所以说这个呢，也是他对于我们在东海地区，包括说是南海地区的一些这个军事准备动作做出的这种因应的反制措施所以说呢，这个威胁的意味呢也是非常之强的。日前，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施毅表示，东部战区在台岛周边海空域组织的联合军事行动成功完成各项任务，将常态组织台海方向的战备警巡。请教一下白先生，常态战备警巡具体指的会是什么呢？首先呢，我们去分析什么叫常态化。常态化就是我今天要来，明天也要来，后天还要来，我们会经常的在这个区域举行相关的行动。战备呢，什么意思？就是我们要不断的验证能力。当然，验证能力的过程之中，我们说，一方面呢是我们要验证自己的，多兵种的不同的战区之间是不是能够配合，不同的平台之间能不能通过这种相关的训练，增强这种在配合之中的这个作战效果。另外呢，就是我们可能会自己设定一些这种战术的背景，或者说是比如说有这个域外的国家，那么在这个区域呢进行我们这种挑衅的时候，那么我们也会根据这种现场的情况来去组织相关的行动。那么当然这些行动呢都是战备性质，就是我们说带有很浓厚的实战色彩的。那么警巡就是我们说不光要巡，更重要的是警，就是如果说有域外的国家在这个区域挑衅的话，那么我们会对他们采取相应的行动，无论是驱离还是我们说这种伴随那么包括我们说可能也会出现一些我们说就所谓的这种危险接近事件，但是这些目的都是我们讲是警，就是我们要警告域外的国家，你不要在这个区域挑衅，不要去危害台海的这个和平和稳定。从海事局公布的信息来看，解放军不仅在台海进行演训，在黄海、渤海、南海部分海域也展开军事任务。请教一下石先生，这是一种怎样信号呢？首先呢，就表明解放军现在具备了很强大的全域作战能力，也就是任何地方呢都可以进行作战。那第二个呢，就是说明解放军现在能够呢进行高强度的持续的作战。那么第三个就是传递出来很清晰的信号，解放军不仅能够粉碎台独分裂祖国的图谋，
那同时也能够呢粉碎外部势力的干涉。那我们要看到，就是外部势力如果是进行武力干涉的话，它不会呢只是在台岛周边呢，派兵过来，就是摊薄解放军呢在台海方向的兵力。那么面对呢这种可能性，那解放军呢就必须得能够呢有效的应对。那现在的演习其实就充分展现出来，解放军是能够呢应对的任何的这种情况的，不管呢对方玩什么样的花招，解放军都能够呢进行了坚决的粉碎。美国政府和国防部高官不仅颠倒黑白，还叫嚣将在数周内派军舰穿航台湾海峡。有分析认为，这确实能改变台海局势，而改变的方向绝对不是美方所期望的。请教一下石先生，您对此是如何分析呢？美国现在的态度呢，说明美方呢还是呢贼心不死，还想呢继续打台湾牌嘛，干涉中国内政，那让美军的舰机过航台湾海峡，这就是呢在对中方呢进行挑衅嘛，在对台岛内的台独分子进行了称号打气。但是美方呢如果继续这么做，损失是越来越大于他的所得。那像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窜访台湾地区，那给台岛内的这些台独分子带来什么呀？让台岛内的这些台独分子损失惨重啊！岛内的台独分子呢，他们的心理防线就是呢所谓的海峡中线不复存在了。那这个对台岛内的台独分子震慑呢是非常之大的。那现在解放军呢，越过所谓的海峡中线，那进行了战备警巡，已经是常态化了。那这个就是一次呢重大的突破了。那这样一来的话，他们的活动空间就会越来越小，直至呢最后完全消失。台海局势升温以来，解放军则有针对性地展开了多场两栖作战演练。与此同时，海军发布海军陆战队最新宣传片《向战而行》，被誉为陆地猛虎、海上蛟龙、空中雄鹰的海军陆战队拳头有多硬。在两栖演训中，坦克登陆舰、船坞登陆舰、两栖攻击舰密集亮相，展现出怎样的立体登陆战力？近日，南部战区海军某登陆舰大队组织舰艇编队全天候开展对海防御、对岸火力支援、抢滩登陆等多个科目的实战化训练，检验部队在复杂敌情下舰舰协同、火力运用、登陆输送等多方面作战能力。做全启动925列，开火！登陆科目开始后，各舰展开火力压制，对岸上目标进行射击，成功摧毁敌岸滩碉堡。随后，3艘坦克登陆舰直抵滩头，模拟抢滩登陆。画面中，948雪山舰、949衡山舰、950泰山舰为073A 型坦克登陆舰，一次可运载一个坦克连10辆主战坦克或500名全副装备的作战人员。均衡装载的话，可运载一个加强连250人，一个坦克排3辆主战坦克。如果说台海发生比较大规模的战争的话，那么两栖作战恐怕就是一个主要的作战的一种样式就解放军可能会对本岛或者说它的外岛实施作战行动。那么这样的话，两栖这个装备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力量。值得指出的是，在1996年第3次台海危机爆发时，解放军能够用于登陆作战的武器装备屈指可数。最先进的登陆舰还是072型坦克登陆舰，用于立体登陆的直升机和气垫船更是有限。但是在不到30年的时间里，解放军的装备库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和发展。可用于登陆作战的两栖舰艇，除了072A 型坦克登陆舰以外，还有071型船坞登陆舰和075型两栖攻击舰，使得登陆作战的样式也更加丰富。日前，海军发布名为《向战而行》的海军陆战队最新宣传片，受到广泛关注和点赞。通过恢宏的场景、超然的画面，全面展示了海军陆战队3机作战能力。陆上，他们能一招制敌；水下，他们能潜行渗透；空中，他们能空降突击。他们就是海军陆战队，被誉为陆地猛虎、海上蛟龙、空中雄鹰。人民海军曾在官方微博账号上称，自己有5个孩子，老大潜艇，老2水面舰艇，老3航空兵，老4陆战队，老5岸防部队。
其中，海军陆战队是一支诸兵种合成的，能实施快速登陆和担负海岸、海岛防御、寒区作战、沙漠作战、丛林作战或支援任务的2栖作战部队，是应付局部战争和军事冲突的全透部队。眼尖的军迷还发现，虽然宣传片没有出现登陆舰艇的全貌，不过直升机起飞的甲板写着舷号989，也就是071型船坞登陆舰长白山舰。在海军陆战队向战而行宣传片中，多辆054式2栖战车从长白山舰的坞舱接连下水，然后航渡抢滩，场面震撼。那么两者的结合能演绎怎样的强势2栖战法？长白山舰是我国第3艘071型船坞登陆舰，有半个足球场那么大，满载排水量超过2万吨，吃水深度有2层楼高，达到7米。071突出的优势是海上投送能力，在舰体后部设有一个大型坞舱，可以容纳4艘国产726型气垫登陆艇。这型气垫登陆艇可运送1辆99式或96式主战坦克，或者2辆 ZTD-05 2栖战车，或者80名陆战队员。而与坞舱相连的车库舱则可停放近50辆各类装甲作战车辆。舰上的驻舱还能够容纳大量作战人员及其单兵装备。此外，071在舰尾设有机库和飞行甲板，其中飞行甲板有接近舰长的2/5，不仅能够搭载多架直升机，还能够让至少2架中型直升机同时起降。由此可见，071船坞登陆舰采用的是均衡装载设计思想，能够装载一支完整的舰制作战单位，具备很强的立体登陆作战能力。从近年来看，最常与071搭配的是054式2栖车族，分为054式2栖步战车和054式2栖突击车。在外形上，054式采用全新的滑行车体，航行速度是全世界的2栖车中位列第1。在车体前部装有外形非常宽大的可折叠滑板结构，具有液压伸直调节的功能。当滑板全部伸直的情况下，整车就好像一个大型的海上冲浪板。在水上浮渡时，滑板还可以根据海浪的高低和需要的航速自行调节前倾角度，从而降低行进时的阻力，防止海浪冲击。抢滩上岸之后，滑板就会收折起来，紧贴车手，起到附加装甲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抵御敌方岸上火力攻击。而在火力方面，054式2栖突击车装有一门105毫米线膛坦克炮，依靠精准的直射火力，可以打击敌方岸滩的坚固工事、火力点、主战坦克、抗登陆障碍物等等目标，为登陆部队提供强有力的地面火力支援。值得指出的是，054式2栖突击车还能在水上航行时对目标进行瞄准打击。在实际的2栖登陆作战过程当中，071型2栖船坞登陆舰可以在距离岸滩30到40公里左右的海域就可放出054式2栖车，让敌方在无法发现登陆舰艇的情况下，依靠他们自身的高速性能实施超地平线登陆，这样就能大为降低登陆舰艇遭受敌岸防火力打击的概率，而且不会影响登陆作战的效率。目前在海军中服役的071型船坞登陆舰数量非常可观，全部是以国内名山命名。8座海上大山与054式2栖车族共同组成解放军目前2栖登陆作战的核心力量。随着新入役的075型2栖攻击舰逐渐形成战力，战力必将迎来质的提升。近日，海军2栖攻击舰广西舰连续在多个海域开展舰机协同、编队运动、航行补给等多项训练，探索验证了两攻装备性能底数和体系支撑能力。从官方发布的视频可以看到，广西舰与901型综合补给舰开展了航行补给训练。广西舰是075型2栖攻击舰2号舰，今年上半年才开始加入人民海军序列。首舰海南舰则在去年4月开始服役。从外观上看，这2艘舰约有15层楼高，和山东舰、辽宁舰航母的高度几乎一致。甲板采用紧凑型的编导式布局，最大限度提高了甲板作业面积，直通甲板面积相当于20个标准篮球场，可以同时起降多架舰载直升机。2栖攻击舰呢，它的最典型的特征就是它有一个像航母一样的直通甲板，就是说我的主要的作战力量是通过我的这个直通甲板来搭载大量的直升机，然后来实施
这个两栖作战行动的这样的话呢，就是空中作战力量就成为这个075它实施作战行动的这个最重要的一支力量。在这样的这种针对台岛的演习当中，075可能会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一方面，它可以作为一个两栖攻击舰利用它的这个搭载的直升机进行反潜、这个反舰包括对地打击这样的一个行动。另一方面，它也可以这个直接实施对这个台岛或者说外岛的这种登陆作战夺取一些岛屿。短片中提到，解放军海军073A 型坦克登陆舰、071型船坞登陆舰、075型两栖攻击舰这3款作战平台密集亮相。请教一下石先生，他们可以共同构建怎样的两栖作战体系？也就说明解放军呢是探索自己独特的两栖作战体系。像传统的坦克登陆舰主要是进行的平面登陆，那么像船坞登陆舰还有两栖攻击舰代表的是全新的登陆作战思想，也就是超地平线登陆。那么像两栖攻击舰还专门强化了垂直登陆能力，就是它采用了全通的甲板，能够呢让更多的直升机同时起降，再加上它有甲板下机库，携带数量更多的直升机，这样一来，两栖攻击舰垂直登陆能力更强，那也就是使得呢现代两栖作战的快速性、突然性变得更强。坦克登陆舰可以呢让大量的装甲力量登上了岸滩，因此在未来进行两栖作战的时候，那解放军呢必然会采取呢一种全新的两栖登陆的模式。那比如说两栖攻击舰和船坞登陆舰，那承担了第一波快速突然的这种登陆作战，然后呢巩固滩头之后像坦克登陆舰可以把大量的装甲力量输送上岸。日前，海军发布海军陆战队向战而行宣传片，网友纷纷点赞，超然、刺激、震撼。请教一下石先生，这个宣传片都有哪些门道呢？这个宣传片不仅是超然，而且呢可以看到呢中国海军陆战队现在很多的作战特点。我们可以看一下在战术方面，海军陆战队现在是3起作战，那空中可以进行机降和伞降，这样一来的话，也就意味着海军陆战队可以在敌方纵深进行快速的登陆，然后呢进行突击。那么在水下呢可以进行蛙人的渗透，在水面搭乘了冲锋舟进行快速的冲滩，同时还具备呢两栖作战时候的破障的能力。那么在地面上可以进行装甲突击，也可以呢进行步兵冲击，并且呢海军陆战队还把常规战和特种战进行了有效的结合，这样使得它的作战灵活性变得更大。那么再看一下武器装备方面，那海军陆战队现在也是越来越先进大家可以看到呢宣传片里边新型的枪械已经列装海军陆战队，这也就使得呢海军陆战队的装备水平又上了一个新台阶。现代战争都是体系作战，在两栖作战中，除了两栖作战平台以外，还需要哪些力量的联合呢？白先生，现在的两栖登陆呢，它实际上是一个就是更大范围之内的协同。那么这个协同呢，我们说包括不同军兵种包括不同的平台之间，固定翼战机直升机包括我们说这个登陆艇那么你的这个投送过程是一个很快捷的。那么因此呢，它的作战跟诺曼底相比呢，它的这个海空协同的程度在提高，而且我们说它的这个垂直打击的能力在进一步提高。这个其实对于现在整个两栖攻击来讲，无论是火力支援还是从这个投送的速度的提高来讲，都是很重要的。那么而且呢，我们说现在的两栖攻击作战呢，可能更多的还有很多无人的装备无人机这种长航时的无人机，能够更好的在战场上空，尤其是滩头上空提供相关的侦察火力支援这些相关的这种能力的提供俄乌冲突仍在持续，扎波罗热核电站接连遭到袭击，会引发多大恐怖后果？黑手究竟是谁？军情直播间广告之后马上回来。欢迎回到军情直播间。
俄乌冲突爆发已经持续170天，依旧陷入焦灼状态。近段时间以来，乌克兰扎波罗热核电站接连遭到袭击，核安全问题引发国际社会担忧。俄乌双方互相指责是对方发动的袭击，那么黑手究竟是谁？俄罗斯在克里米亚的空军基地发生爆炸，多架俄军战机被毁，美方急忙出来澄清，绝非美军所为。那么乌军方面是否正在组织对俄军的偷袭？未来还会有哪些攻击行动？8月12号，俄国防部发布战报显示，从特别军事行动开始以来，共摧毁乌军267架飞机、146架直升机、1732架无人机、365套防空导弹系统。此外，还摧毁了约4300辆坦克和其他装甲战车，797辆骑射火箭炮系统战车，3290门野战炮兵火炮和迫击炮，4844件特种军用车辆。这一数据已经超过了全球大多数国家的军事力量，可谓是非常惊人，而且还在不断上升。经过170多天的行动，俄军目前已经占领了乌克兰东部和南部众多地区，正集中力量加大地面攻势，试图全面控制顿巴斯地区。据报道，顿巴斯地区最激烈的战事主要集中在2部分：顿涅茨克市西北部的阿夫杰耶夫卡佩斯基一线，顿涅茨克北部的索列达尔巴赫穆特一线。其中，索列达尔位于谢维尔斯克和巴赫穆特之间，是继北顿涅茨克和利西昌斯克之后，乌军最重要的据点之一。日前，卢甘斯克武装在索列达尔附近使用郁金香重型迫击炮打击乌军阵地。Самоходный миномет «Тюльпан» в основном стреляет вот такими осколочно-фугасными минами. Калибр 240 мм. Максимальная дальность стрельбы 9 километров. Но есть в арсенале и другие снаряды, активно-реактивные, которые бьют в 2 раза дальше. От выстрела до выстрела всего не больше минуты. Установить взрыватель, пороховой заряд, завести снаряд в ствол, и он снова готов к бою. 卢甘斯克武装还使用风信子 S 自行榴弹炮对在巴赫穆特的乌军阵地展开打击。据报道，炮火打击的密集度非常高，每天仅这一个炮台就要向乌方发射几百枚炮弹。与此同时，顿涅茨克武装也在阿夫杰耶夫卡附近组织了针对乌军的炮火打击。Корректировали все планы, обсудили тактику. Сначала будут пристреливаться, после беглыми какое-то время работать по цели. Где-то недалеко относительно по артиллерийским меркам. У нас прилеты идут периодически. Обстановка очень напряженная. 据俄媒报道，顿涅茨克武装的任务是打击乌军的掩体、据点、有生力量，支持俄军在阿夫杰耶夫卡方向的推进。而乌军也加大了在这一方向的兵力部署。不过，乌克兰总统顾问波多利亚克表示，乌军不会与俄军正面冲突，而是会采取分散、机动的兵力伏击俄军，切断补给线，摧毁武装车辆，最终迫使俄军撤离。当下乌军在西方的武器支援之下，的确，现在双方在整个的战事方面是处于一种焦灼的状态啊。现在俄军可能，也要保护他已经获得的。乌东啊，包括特别是南方，像赫尔松啊、扎波罗热啊等等啊，包括黑海、亚速海沿岸这样他已经控制的一些地区，他需要继续的巩固啊，不要让乌军的反扑成功啊，因此他要分兵的调度。实际上在某些州情况对俄军还是比较不利的，比如说像在赫尔松州啊，那么在赫尔松州的首府赫尔松市，乌军用美制的海马斯火箭炮破坏了一座这个城市的主要的桥梁，使俄军的对这个城市的补给造成很大的影响，只能靠一些小的渡口进行补给，因为离这座大桥再近的一座桥实际上已经远达这个城市以东大概50公里处了啊，所以对俄军的整个补给是不利的。俄乌冲突持续焦灼，近期位于乌克兰第聂伯河卡霍夫卡水库河畔的扎波罗热核电站遭到袭击，引发全球震惊。据报道，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的核电站，由6个压水反应堆组成，使用苏联时期技术，在上世纪80年代建成。自8月5号起接连遭到袭击。
如果情况恶化，将造成灾难性后果，不是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和福岛核电站事故能够比拟的，甚至危及整个欧洲，并对全球构成巨大影响。1986年4月26号，苏联的乌克兰共和国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严重泄漏及爆炸事故，这是有史以来最严重的核事故，所释放出的辐射线剂量是二战时期爆炸于广岛的原子弹的400倍以上，整个切尔诺贝利城被废弃。外泄的辐射尘随着大气飘散到苏联的西部地区、东欧地区、北欧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乌克兰、白俄罗斯，俄罗斯受污染最为严重。据统计，事故导致31人当场死亡，上万人由于放射性物质的影响失去生命或患上重病。而有绿色和平组织认为，由于核辐射的长期影响，实际受害者可能达9万多人。8月11号，联合国安理会召开紧急会议，讨论扎波罗热核电站局势。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建议，把这座欧洲最大的核电站划定为非军事区，以避免引发一场核灾难。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张军在主持安理会审议乌克兰核设施安全问题时表示，中方高度关注乌克兰境内核设施安全和安保问题，对扎波罗热核电站遇袭事件深表关切。张军表示，根据国际原子能机构从乌克兰核监管当局获取的信息，袭击事件没有对核安全造成直接威胁，辐射数值尚处于正常水平，但袭击对核电站的设施完整性、安全和安保系统、电力供应和人员安全造成损害，给国际社会拉响了核警报。如果不是用非常有破坏能力的武器去进行攻击的话，一般普通的炸弹或炮弹，普遍外界认为不会对这个电厂造成一些根本上的损失。但是不管怎么说啊，即使是炮击的话，那么如果是重磅的炸弹，或者是一些威力比较大的带有子母战斗部的这样的一些火箭弹啊或者炮弹，也可能会对电厂的一些基础设施造成比较严重的损害。而这样的一些基础设施啊，一些系统遭受损坏之后，不排除它连带性的会对整个电厂的一些控制的机构、控制的系统造成这种连带性的损伤。而这种损伤一旦出现之后，就是有可能或者不完全排除可能会造成更大风险的这种情况出现啊。所以总的来说，这种武器的攻击还是非常非常危险的。那么究竟是谁在袭击核电站呢？俄乌双方各执一词，互相指责是对方所为。据报道，俄军早在今年3月份就已经控制了扎波罗热核电站，并且在该地区部署有500至700名守备部队以及6个弹药仓库。俄罗斯方面称，乌军多次炮击扎波罗热核电站和周边设施，在扎波罗热核电站多个区域都记录到了来袭的炮弹，以加强并巩固防空部队来保护扎波罗热核电站。从逻辑上来说啊，如果是哪一方占有或者控制这个核电站的话，那么他们对这个核电站攻击的这种可能性，就从逻辑上来说是非常低的。而且据外媒报道，那么乌军中有一些激进的人员包括一些民族主义倾向很强的这样的一些部队和军人，他们可能倾向于破罐破摔，或者是反正这个扎波罗热州的很多地方他们已经失守了，因此他们对这个电厂进行攻击，他们认为可能会对俄罗斯一方造成很大的麻烦因此他们发动攻击的可能性的确是很大的。当然严格来说兵不厌诈有的时候作战的双方互相搞一些这样的苦肉计，或者是搞一些这个损失可控的这样的攻击，然后嫁祸于对方，所以还要具体的观察。此外，俄罗斯还面临俄乌冲突以来的重大挑战，那就是来自乌方的偷袭与冷枪。尽管此前乌军曾派出直升机袭击俄境内目标，并没有对俄罗斯带来多大损失，然而俄境内近日却发生一连串爆炸事件。先是克里米亚俄空军基地发生爆炸，
然后位于莫斯科郊外的一处军队住宅楼，以及位于白俄罗斯戈梅利地区齐亚布劳卡机场的俄空军基地也发生数起爆炸。8月9号，克里米亚地区的俄罗斯萨基空军基地发生爆炸。据附近的游客称，整个过程持续了30至40分钟，约有15次爆炸。远处升起的蘑菇云，底部还可以看到熊熊火焰。围绕爆炸的起因，俄国防部称，爆炸是一场消防事故，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也没有造成基地设施损坏。而有乌高级军事官员宣称，是乌军发动了袭击，并摧毁了多架俄军战机。英国路透社则发布了一组萨基基地爆炸前后的卫星对比图像，与拍摄于5月16号的图片对比，萨基基地在爆炸后遭到严重破坏，可以清晰地看到有多架战机被毁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向全国发表讲话时说，在短短1天内，占领者损失了10架战斗机，其中9架在克里米亚，另有1架在扎波罗热方向。萨基基地啊，它的主要驻守的还不是俄罗斯的空天军，是俄罗斯这个海军航空兵的一个基地啊。它主要驻守的是第43独立海军攻击航空团。那么这次攻击啊，其实威力还是很大的。从卫星照片上观察，大概15米直径的弹坑就有5个啊，然后它也造成了俄军飞机的严重的损毁。据分析，大概应该有5架苏24战斗轰炸机是完全损毁，还有3架苏30 SM 啊作战飞机是完全损毁。对43团的这个整个的它的作战力量啊，实际上打击是很大的，特别是在黑海、亚速海方向的这个对海的这种控制，特别是对水面舰船的这种攻击的能力啊，包括相应这个海面上的这个制空能力就有很大的削弱，所以俄军要补充的话，需要从其他的基地调来更多的飞机把这个损失补充上。据华盛顿邮报报道，一位不具名的乌克兰政府官员表示，该爆炸事件是乌克兰特种部队所为。这表明，随着乌军深入敌后的秘密部队的作用愈发重要，但由于他们并未被授权就此事公开发表意见，没有透露更多关于袭击如何进行的细节。乌克兰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秘书奥列克谢·丹尼洛夫也向媒体表示，在乌克兰特种作战部队的领导下和乌克兰军队的总体指挥下，一支由训练有素的渗透者和当地支持者组成的游击队一直在加紧破坏俄罗斯的后勤、行政以及指挥和控制。他还强调，这是一支秘密部队，其行动的细节不能透露。从乌军方面的一些传出的信息来说的话，乌军说是特种部队造成的，这个特种部队造成的这样的损失似乎也不大合乎逻辑啊。那么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特种部队需要潜伏进大量的人员啊，然后甚至于携带大量的炸药啊，才有可能造成如此大的损失。相信俄军对这样重要的这个海军航空兵的基地也不会如此的疏于防范吧。所以普遍认为还是远程的制导武器造成的。那么造成的最有可能还是导弹啊，因为普遍认为火箭弹可能打不了那么远，至少从公开的一些卫星证据上来看的话，还是用战术导弹打击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据报道，萨基基地距离乌军控制的前线地区至少有200公里。乌军有哪些打击火力能够得着呢？8月12号，美国国防部紧急撇清，声称美国提供给乌克兰的武器没有用于袭击俄罗斯位于克里米亚的俄空军基地，美军也不清楚该基地发生爆炸的原因。对此，有分析认为，打击机场的武器很可能是乌克兰国产的雷霆2弹道导弹。这款导弹在2010年开始研制，射程有400多公里，足够从敖德萨打到萨基基地。还有一种分析就是乌克兰自己也研制了一种比较先进的这个叫做短程的地地战术导弹，叫做雷霆2。实际上这个导弹啊，乌克兰原来在一些这个对外的这种防务展览上展出过模型啊。那么从外形上看，实际上这个导弹外形非常像俄罗斯的伊斯坎德尔啊，甚至于就几乎一模一样啊。所以普遍认为，如果乌克兰是用这种导弹打的话，那么无论从它的射程啊，无论从它的精度、毁伤威力，
都是有可能造成当下这样的。自8月5号起，扎波罗热核电站所在区域多次遭到火箭弹等武器袭击，俄乌互相指控是对方发动的攻击。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发文称，指责俄罗斯袭击核电站是胡扯。请教一下石先生，您觉得黑手是谁呢？一旦火箭弹击中反应堆和核燃料储存库，将会引发怎样的核灾难？现在对扎波罗热核电站频频的袭击，大概率呢还是乌方干的，因为呢这个核电站现在是俄方控制着，所以呢从各方面来看，俄方都不可能呢去袭击核电站，因为呢对它没有任何好处。相反呢，如果是乌方呢进行袭击，那好处呢就很多啊。首先，它可以把外界的目光吸引过来，让大家呢再关注呢俄乌冲突嘛。这样一来的话，那西方呢就会进一步对乌克兰呢去进行的援助嘛。那第二个，通过频频的袭击，可以对俄方呢施加压力，也可以呢向外呢展示乌方的战斗力，乌方就可以提振自己的士气，就是呢自己有能力对付俄罗斯。所以从这些方面来分析大概率呢还是呢乌方干的。那么这样的袭击显然呢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呢核电站一旦呢受损，最大的灾难就是核泄漏。核泄漏呢这个范围呢又是很广的，所以呢现在外界呢都是特别担忧特别是国际原子能机构现在呢就不断的呼吁不要在扎波罗热核电站呢这块再搞事儿了。从目前来看，俄乌冲突的战火似乎开始从乌克兰境内蔓延。先是克里米亚的俄空军基地发生蹊跷爆炸，然后俄莫斯科郊外的一处军队住宅楼以及位于白俄罗斯的俄空军基地又发生爆炸。请教一下白先生，这一连串事件是偶然，还是背后有人在策划偷袭？我觉得其实对于俄军来讲呢，现在他所面对的并不是只有战场上的乌克兰方面的作战力量他其实从一开始，从情报战也好，从我们说这个其他的一些这种反恐也好，他其实是面对了很复杂的一个形势，或者说他在应对这种非对称作战。那么这一次克里米亚的空军基地遭到攻击呢，我们也看到它跟战线的距离超过200公里。当然，乌克兰自己呢，之前实际上手中也掌握了这种地对导弹，包括这种精确制导的远程火箭弹，但是200公里这个射程，实际上现在来讲，大家都还是有些怀疑。那么到底怎么实现的？那么这个过程中是采用了这种特种作战，还是采用了这种远程精确打击的手段？现在可能还是大家都在讨论那么这种行动呢，其实也说明就是相关的作战不可能只在交战区域。现在的战争没有什么真正意义上的后方。我们说俄罗斯方面遭到了损失之后，它一定会有相关的反制手段出现。最首要的肯定还是去打击或者说是去摧毁对方对俄罗斯境内目标进行攻击的能力。谢谢白先生的解答，感谢您收看本期军情直播间。